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？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不会吧？你的老公把行李丢下就走了？他都不是接你回去了吗？怎么说变就变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一直在想，我装病的事就你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你不会怀疑是我出卖你吧？当时店里只有你跟我，你不说我不说，难道有人装了窃听器？不对，店里不只是我们2个人。老板娘早。怎么啦？你不是和老公和好了吗？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我那个没良心的老公，又把我丢回公寓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打毒针，搞破坏。谁会这么做啊？让我知道是谁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会不会是误会啊？我太了解我老公了，他不会无缘无故跟我翻脸的，一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。那你老公也真的有点过分啊！人家说什么他就信。你也觉得他过分？他是你老公啊，你应该相信你的。算了，既然他做得那么绝，我也不想把心思放在他身上。我决定了，我把房子卖掉，筹集资金，扩充生意。卖房子啊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卖得这么急，卖不到好价钱，就算低价我也不会介意。我就是要做给他看，让他后悔。那我去开工啊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老婆在耍诡计，没想到你真的把她送回公寓去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耍这种手段。他只是想让你接她回去，又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别再说了，我有分寸。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啊？他想要卖房子筹资金扩充生意，你一定要去阻止他，不要因为夫妻斗气失去了房子，那多可惜啊！又是在玩把戏。万一那是真的怎么办？不管他是真的假的，反正他这么做就是想要逼我出来跟他见面，我是绝对不会上他的当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在乎啊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你赶快去阻止他吧！不过是一间房子，如果为了这么小的事情就要闹到去卖房子的话，那就让他卖个够。以后他要是再要求我去买房子给他的话，就免谈。你明知道他是在找台阶下嘛，你就去哄他回去就算了，干嘛要搞到卖房子夫妻分居呢？他虽然是有错，可是你是男人嘛，你应该宽宏大量点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你慢慢吃，我还有事情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买房子，为什么要买房子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出去啊。买房子不一定要住才需要买的，你知道是谁要卖房子吗？总之我没有想过要买房子。
你听好了，是你大嫂要卖房子啊！什么？不可能吧？是你大嫂告诉我老婆，我老婆告诉我，我现在告诉你呀、怎么会这么突然啊？你大嫂和你大哥吵架，一时冲动想要卖喽，而且是贱价卖啊！我跟你说，如果他这间房子落在别人手里，到时他们夫妻复合，想要买回这间房子啊，就来不及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所以我才叫你买喽。对哦，可是不能用你的名字买，为什么？你大嫂知道之后肯定不会卖给你的吗？我已经帮你想好了，用我的老爸的名字买下。我老爸你应该信得过吧？嗯，好。那等他们复合之后呢，我们再卖回给他们啊。哥，你人真好。Of course， 不过我也不想骗你了，在这买卖之间呢，我会抽一点点，就当成是佣金，你明白我意思了啊？我明白。真的是明白事理。好，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决定买下这间房子啊？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是快乐厨房的太子爷，你会没有钱？是真的，这么大的数目，我需要经过马德的同意才行。难怪聘金你都要分期付款啊！没有钱又不会早点说，还有浪费那么多口水。哎呀，你想办法去筹钱呐！如果筹不到钱的话，就不要怪我把房子卖给别人了啊！马德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马德，我想要买房子。是家珍的意思啊？不是啊，你不是那种会买房子的人。是家珍叫你来找我要钱的吧？马德不是这样的。算了，娶了媳妇儿丢了娘，你大哥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翅膀硬了，总是要飞的。不管我多么努力，你们还是想搬出去。马德，其实我真的不是要搬出去。没关系，我没有怪你们，我也不能永远把你们留在身边呐。你想在哪里买房子？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，出个主意？就大哥那里。同座啊？啊，那也好，以后两兄弟有个照应。马德，其实……哦，对了，明天呢，我先跟你去银行一趟，把我们的联名户口改成你个人的户口。为什么？你以前是一个人，对人又是有求必应，我不放心，才跟你开了一个联名户口。你现在成家了，以后呢就让你自己理财，不过你要小心谨慎，大笔的开支一定要跟家珍或者是家里人商量商量，知道吗？嗯，马德，我不会随便花钱的。嗯。你还考虑什么？你把房子交给我，我就有把握帮你找到买主，可以卖到高价的。奇怪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卖房子的？我是房屋经纪嘛，哪里有的买，哪里有的卖，我都知道的。是你妹妹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有钱赚，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嘛！看在钱小姐的份上，我们和解啦。谁是钱小姐？钱啊 ，money。好了，你可以卖到高价，我也可以赚点佣金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名片留下来，让我考虑一下。好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考虑清楚，随时打电话给我 ，OK？ 拜。老板娘，你的午餐，我去派传单。王吉奇，怎么？你不要缺德，这种钱你不能赚啊！有钱双手跟钱过不去。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他要卖房子的事了。他们夫妻不和，我是帮他们分得又彻底又痛快，我是在做善事的。如果把房子卖掉，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就挽回不了了。没有那么严重的，再说也不关你的事，我真的忙，我要走了。不准走！我警告你，
不能替他找买主。你用膝盖想一下好不好？就算我不帮他找买主的话，也有很多房屋经纪可以帮他找的。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有什么事回家说了。他要找别人是他的事啊，我就是不能让你当帮凶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老婆，我就不敢打你。跟你讲，你敢？你试试看啊！我才不舍得呢。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哎呦，你不要做缺德事啊！原来梁心是他老婆家珍的大嫂，难怪这么眼熟。为什么请我吃大餐啊？大家宾主一场，别看我平时对你说话不客气，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。真的吗？我有什么好？你勤快认真，学习态度又好，对老板又忠心耿耿。你过奖了，我哪有这么好？你说的真的是良心话吗？我叫良心，当然说良心话。只可惜，我们宾主关系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你要炒我鱿鱼啊？不是，我打算结束生意。不是说要扩充生意的吗？为什么要结束？一个女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，生意做得再大，事业再怎么成功也没有意思。既然我老公都这么绝情，我再待下去也没有用，所以我决定把店顶让出去，然后回家乡。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有事可以好好商量，去找你老公谈啊。你要我低声下气求他？我宁愿走得有尊严。谈什么尊严啊？只要真诚相待，我相信你们的感情还是可以挽回的。算了，我已经很累了。这个是遣散费，从下个月开始，美甲店就不再营业。你尽快找工作吧。嘿，什么事啊？亲家母，你的媳妇也就是他的老婆，已经决定卖掉房子，结束生意，离开这里了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的？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家人重要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秋花要卖房子，要结束生意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那是因为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。什么不严重啊？连遣散费都给我了。你跟秋花闹够了没有啊？那一天你不是说要把她接回来的吗？为什么到最后你一个人回来呢？我问你为什么，你又不出声？喂，他很伤心啊，你去接他回来吧。好了，谢谢你的通知，你可以走了。原来你真的这么没有良心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我曾经说过，不插手你们夫妻间的事，让你自己去处理。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把事情处理好。妈，你是不明白的，我不能够心软啊。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更重要。我现在就要你马上把秋花接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不用回来了，你搬到你的公寓去住吧。秋花，秋花。不用，你坐，很快就可以开饭了。不要进来啊！建海干什么？他说在研发新菜式，要给我们一个惊喜。咦，姑姑还没有回来？他说今晚不回来吃饭了。哦，我们多等一会儿，等等你大哥。哥。好的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秋花呢？我找不到他。他不在公寓吗？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就连电话我也打了好几通，
就是找不到人。先吃饭吧，吃完了饭再去找他。我去帮你拿汤。汤来了。这是我诚心诚意为大家准备的。原来是你把大嫂藏起来的。是大嫂自己回来了，她还坚持要下厨，我只是帮手而已。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不对地方，请大家原谅。在外面的这段日子，我终于明白还是家里最好。如果大家能够原谅我，我很愿意留下来。不过要是大家不想跟我一起生活，那这就当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晚餐吧。怎么会是最后一餐呢？大嫂，还有很多餐要你煮的，你别想偷懒。马德，你说对不对？说得对呀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知错能改。哎，以前的事就算了，快坐下吃饭。谢谢马德。马德吃饭。马德吃饭。大哥大嫂吃饭。你还吃呢？爹儿，你为什么从刚才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啊？要是你不要我搬回来，那我先回公寓好了。那等什么时候你要我回来，你再告诉我吧。爹，谢谢你今天晚上所做的一切。那天把我丢在公寓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？我真的很害怕没有机会再回来这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真的是无法忍受你这样子对我耍手段，我才会一气之下把你送到公寓的。我知道让你失望，可是你有没有想想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为什么要装病？还要卖房子结束营业？我只希望你来接我，可是你却不闻不问。你知道我伤心的快死掉吗？对不起。我知道骗不过你，你就不能假装是真的。我真的受不了你的冷淡，这样放弃这段感情，我真的是不甘心。所以我今天是厚着脸皮回来。我心里在想，如果你不接受我，大家也不原谅我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在你回来之前，马德有叫我去接你。我去了美甲店，也去了公寓，可是就是找不到你。你真的很没有良心啊！你还要等到马德吩咐你才来找我啊！你先听我说。哎，我把你丢到公寓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比你还要难过。可是我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，你能够把事情想清楚，能够诚心诚意的回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相处，你明白吗？只要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会好好的爱你跟你家人的。爹，我当然爱你啊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是希望我们家里再也不会闹任何的风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不会再让你失望。我终于明白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才是最幸福的。爸，我先下去替你开店了。好啊。德明啊，你不是去学校了吗？为什么又回来啊？我忘了带华文课本，我上学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！为什么你要让他去拍报纸啊？哎呀，小孩本来就应该要训练训练的嘛。我是觉得你们这里的小孩有点太娇生惯养了，喝杯水都要人家倒。
但是他整天这样赶过来赶过去，他的功课又那么繁重，他应付得来吗？这个我也问过他，他说他会分配时间的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死巫婆那间房子到底要不要卖的？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吗？不用打听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啦。怎么样？卖对不对？哼，人家夫妻和好了，就会搬回家住，房子就不卖了。爸，还是我替他们团圆的呢。哇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要帮他们的话，也要等他把房子卖给我才帮吗？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趁火打劫啊！你真的是忘恩负义啊！我们收留你们2个，你不报恩还恩将仇报，你真的是……哇，怎么那么烫啊？你最近几乎天天迟到，为什么？喂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东西，你干嘛把它丢掉？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为什么弄脏我的校服？放开他啦！你敢撕破我的衣服，你死定了！给我记住！儿子的琴弹得不错，要不要买一架钢琴给他？他不是我儿子，我不认识他。小弟弟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叫爸爸妈妈来买。哦。竟敢撕破弟弟的衣服，你找死啊！是他先泼水。怕被打是不是？不打也行，给钱。我没钱。才几毛钱，没关系，我让你加入我们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当我是死的？不要撕我的书！不撕也可以，给钱。我真的没有钱。没钱，回家跟爸爸要100块钱，要不然你再也别想读书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情你不许告诉别人。哎，杰奇，罗莉，怎么约在这里呀？停车方便嘛。况且我喜欢这里。有什么事吗？百货业那个单位，你到底还要不要？我当然要了，可是我还在想办法筹钱呢。明天下午3点之前，要是还收不到你的支票的话，我就得把单位让给别人了。到时你可别怪我。怎么那么快啊？是知道的，产业这一行向来是认钱不认人的。
谁怕谁啊？赌多少？就赌10块。谁先来？我。啊？你输了，给钱。哈哈，轮到你啦。让我来。你输了，给钱。不玩了，走。还有谁要斗酒啊？嗨，还认得我吗？我跟你比。认识又怎样？输了一样要给钱的。好，谁怕谁？走。还可不可以开车的啊？没问题的，我其实喝的不多。哇，你怎么样？你吐得这么厉害，我看连德士司机都不敢载你了，还是让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？我喝完了，给钱，给钱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？喂，你要干什么？送他回家啊。你懂他住哪里没？送他回家不一定要去他家的吗？去我家也行啊。啊？走。喂，朋友妻不可戏呀。什么？她真的是你老婆吗？要不要看结婚证书啊？啊，不是说过在外面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吗？走了，回家了。我还可以喝。走了，喝个屁！喂。考虑的怎么样？是不是决定买下你大嫂那间房子啊？哦，我大嫂已经搬回去了，她也不会卖房子了。什么？她真的搬回去了？他们俩夫妻复合了。怎么了？你好像很不开心一样。开心，当然开心啊！家和万事兴吗？开心才怪呀！死良心破坏我的财路。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我在想，你买不成你大嫂那间房子也不要紧，我手头上还有一些房子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我介绍给你啊。可是我没有想过要买房子。唉，怎么了？我们是亲戚，我也不瞒你说，其实我现在有点周转不灵啊。我以为卖了你大嫂的房子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可是，你真的很缺钱吗？是啊，其实有很多买主想要买你大嫂的房子的，可是为了你，我都拒绝了。现在我又，算了，我倒霉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啊，你要有行动才行啊。你要借多少？10万。数目这么大，我要问巴德还有家珍啊。你为什么问他们？你信不过我？你以为我会骗你咩？会。你曾经给过我一堆白纸啊，至少我给你一堆白纸，还有一张字条呢。换成是别人，整个信封都不还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真是很不讲义气啊！当初我妹妹嫁给你，聘金还可以让你分期付款，你现在这样对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哦，那笔聘金不用分期付款了，现在可以一次过还清。你现在有那10万聘金啊？嗯。好，这样你先把钱交给我，我再分期付款给我老爸。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。又要保守秘密？当然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。我跟你说，没事的。以后我老爸的钱也是留给我的啊。我们就这样说定 ，OK？ 老爸，你看我买了什么给你吃？哎呀，烧鸭。干嘛加料？想用这只烧鸭吊走我的棺材本啊？
等久就有了。你儿子哪有那么奸诈啊？你笑到这样，我才怕。你说，这只东西在这边出现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儿子赚了钱买只烧鸭孝敬你，你想太多啦。每次吃你请的东西，我都要破财，我很怕。这一次就不一样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遇到建海，他叫我把这1000块的聘金给你，那。建海真是傻小子，你拿去还给他，说以后不用给了。不可以，你一定要收下的，收下。我当初跟他要那么多聘金，是在试探他，不是要卖女儿。我知道，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手里一有钱呢，就会把它花掉。我觉得还是你帮他们储蓄起来，等他们有急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交给他们啊。你说的也是啊，以后的事情很难说啊。你行吗？可以呀，炸鸡很简单的吗？哎，你在做什么啊？炸鸡哦。我知道你在炸鸡，可是不能这样的。你要先沾蛋白，然后再沾面粉，炸出来的鸡块才会香脆。为什么不能沾了面粉才沾蛋白呢？程序一弄错呢，就会相差一个天一个地啦。鸡肉弄好了，可以炸了。要炸鸡了。你真的可以吗？我来帮你吧。姑姑放心，我可以的。要是炸不好，你就罚我在水缸上面站马步。我会罚你把这锅热油顶在自己的头上。不行啊，我靠脸吃饭的。是啦，你很美，你很美，你很美。连厨房里都充满了笑声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我想要的。好的，你在煮什么？啊，炸鸡配姑姑的炒米粉。早餐啊，简单就好，最重要的要有营养。我想给大家一点惊喜，一点心意嘛。对了，马德，今天晚上晚餐让我准备。我打算把美甲店顶让出去，所以取消不少预约。既然你打算结束美甲店的生意，那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你妈的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饮食集团，帮忙打理新的餐厅。可是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。谁一生下来就会做，只要用心学，很快就上手。这件事让我跟建业商量商量吧。也好。哎呀，小心一点啊！哎，还是我来弄好了。这些油啊，喷到你漂亮的脸上，我可赔不起的。好，我帮你把米粉端出去。好，小心点啦。秋华现在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了，除了会帮忙煮饭，有什么事情还会找老公商量呢。梁夏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我跟建业已经和好了，但是我的家婆还是希望我把美甲店给关了，结束生意。你们都和好了，为什么还要结束生意啊？我家婆是希望我帮忙打理家族生意，不可以请别人啊。他们比较相信自己人。这间美甲店是我一手创办，生意也不错。是啊，关掉真的太可惜了。如果让你接手，你愿不愿意？你要顶让给我啊？是啊，你的美甲手艺也算不错，让你接手我可以放心。我哪来那么多钱？这一点不用担心，我出钱你出力，扣除一切开销，盈利55分账。那我以后可以傍晚6点就下班啦。时间我让你掌控，你要几时下班都可以，不过一定要记住，要是店不赚钱，你一点薪水都没有啊。好，我接，我一定会努力的找很多的顾客，让美甲店生意越做越大。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才对。等我一下。建业。哎，你跳得真好。哎，谢谢。拿这个先还给你。
怎么会在你那儿？刚才松脱了，是我捡起来的。幸好是你捡到，不然我就完了。干嘛？这玉佩对你很重要。我以后的幸福啊，可能就要靠它了。秋华他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你帮了我们不少，所以他现在回来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亲自来跟你说声谢谢。不用谢，其实啊，我帮了你们，我自己也得到好处啊。什么好处啊？你老婆决定啊，跟我合作经营美甲店。她说以后她出钱，我出力，利润平分。以后美甲店呢，由我主持大局，我也算是半个老板娘。她真的这么说？你不信，你回去问她啊。老实说啊，她当初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也以为自己在做梦呢。喂，你想什么？眉毛都要打结啦。秋华他知不知道你跟家珍的关系？知道了还会让我经营吗？早就把我踢走了。那你不能够接受这个安排。秋华不喜欢人家骗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去告诉他你是家珍的大嫂。那你不是叫我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我很难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你竟然叫我不要接受。好，可以啊，你开间店让我当老板啊。我是认真的。我比你更认真啊。我很难啊，人生才见到一线的曙光，你竟然叫我放弃啊！我不跟你说了。喂。哎，爹。哎，你还没睡啊？在等你啊。你看起来很累，我帮你按摩，来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当然舒服啊。哎，爹啊，有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。说。有话就说，不要吞吞吐吐的。是这样的，在你美甲店工作的那个助手啊，她其实是家珍的大嫂。你是说良心？原来他们是姑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前阵子你不在家，我通过建海口中才知道，原来良心在你的店里工作。我为了要知道你的动向，我就去请他帮忙，来照顾你。难怪前阵子他天天都买早餐给我吃，原来是你安排的。你好啊，买通线人，把我当小丑一样耍得团团转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怪不得我使出什么招数，连卖房子你都不紧张。原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，小金眼你厉害。你不要生气啦，其实他也是为你好啊。当他知道你要顶让那间店的时候，他也很紧张啊，他马上就跑来找我，还要我马上阻止你哎。不要把他说的那么好，他只是害怕失去工作。好，明天我回去美甲店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把他炒掉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喂，没有必要这么做吧？放心吧，他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亲戚，我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的。哎，好的，早的。大家早。快的。好，就来了，来。大家早，早。哎，先别吃。昨天晚上，今天跟我说一件事，这件事情关系到这里的人，我想把话说清楚了再说。哎，这件事情昨天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迪儿，你担心什么啊？那我店里请的那个员工呢？原来啊是家珍的大嫂啊。哦，怪不得他对你的事那么清楚。家珍啊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其实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。那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把你大嫂放在我身边？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哎，爹，不要这样子说话嘛。我当然知道良心在你店工作，不过我以为你早知道她是我大嫂。良心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亲戚，你们不是有意瞒着我吧？家珍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请自己人工作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搞清楚良心的身份，万一不小心把亲戚当员工使唤怠慢了怎么办？既然没事，那就不要再说了。好，不说就不说。只要他不是卧底，没有在我背后搞小动作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什么卧底啊？干嘛讲得这么严重？
其实梁姓大嫂是因为自己不是本地人，怕丢失工作，才不敢表露自己的身份的。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梁姓大嫂说不要告诉你的。好啦好啦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就是吧，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在为难家珍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摊开来说，不要隐瞒这个隐瞒那个的，很容易产生误会。是啊，妈的，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是我告诉秋华的。我觉得大家坦诚一点会比较好。我赞成你的做法，这件事我向你道歉。没有这么严重，我只希望我们大家没有心结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怪家珍和梁姓大嫂了？有什么好怪的？就如妈的所说的，我没有损失啊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你大嫂继续在我店里打理生意。我呢，我决定腾出时间跟我老公一起打拼事业。谢谢你给良心机会。以后我们家就要像这样和和气气的，要是有什么问题就拿出来大家好商量。好，吃吧。马德吃，马德吃，马德吃，姑姑吃，大哥大嫂吃。对不起，我的大嫂给你惹麻烦了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突然间兴师问罪，是不是把你吓着了？有一点。你不要介意，我是希望大家打开心房，不会有什么误会。你这样做是对的，我还担心你会生气呢。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生气啊，后来想想，他只不过想要一份工作，我干嘛跟他计较？如果你不想留下他，我可以跟他谈谈的。不必了，我才没那么小气呢。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萧家的人太严肃了？我们应该搞一点气氛，让大家活泼起来。一个理想的家呢，是应该充满欢乐的。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作，让这个家充满笑声？好啊，马德知道了，一定很开心的。我来帮你洗。好啊。哇，你穿得那么漂亮，去哪里啊？我现在的身份啊，可是美甲店的老板娘啊，总不能穿得像个小员工吧？家珍打电话来说，你的身份已经被识破了，你不怕被死巫婆炒鱿鱼啊？你放心吧，家珍说啊，她的大嫂决定让我继续留下来工作了。死巫婆有什么局限的？你怎么不说我有本事，炒掉我是她的损失呢？你以为你自己有宝啊？人家一定要请你咩？对，我就是有本事。你不要以为死巫婆给你一点好处，你就出卖我妹妹，甘心被她利用啊！我长得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觉得被人利用的感觉很好。原来我这么有价值的。你最好不要帮外人欺负我妹妹，要不然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要打我啊？我是说，外面的工作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死巫婆扯上关系呢？外面的工作是很多，可是像这份有这么多好处的就很难找了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你帮我找一份啊。好，我帮你找，我找到的话，你就给我辞职。可是我对工作是很有要求的。第一，工作不能太挨板，而且还要是主管级以上的职位。第二，因为我要兼职，所以工作不能超时。第三，年薪至少20万，而且还要有花红啊、年终奖金等等等等。倒不如你帮我找啊！你头脑坏了，要求那么多，你不去当老板？说得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喂，你不要送上门给人家利用啊，笨女人！你才不要挡我财路呢，笨男人！喂，一个人有好几面，千百条弧线，横冲直撞的交汇，很容易触电。好感激在我们之间，可以怎么看都不讨厌。成对。于是我在你身旁许下了心愿，用琴弦和黑白键
些爱的语言，一起走过了许多年，两条平行线变同心圆。我站在里面，你在身边，不厌倦。